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鲍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在 WTO 起诉美国对华半导体禁运，台湾当局也想参加。中国大陆在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美国对华半导体禁运以后，1月7号，台湾所谓的经贸谈判办公室的总谈判代表邓正中表示，台湾当局在这件事上有明确或实质的贸易利益，希望以第三方的身份观察磋商，以了解美中双方的立场和观点。谁都知道，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诉只是为了向全世界把事实说清楚，是美国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准则。任何人要是指望通过这样的申诉就能改变美国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可以随时摧毁任何协议或者是承诺。但是台湾当局试图作为当事一方参与进来，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是中国所提出的申诉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提出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台湾方面是没有权利参与的。但是令人尴尬的是，台湾呢又确实是这场诉讼中最主要的受影响的一方。集成电路产业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支柱产业，台积电是台湾芯片产业的核心。岛内的所有的政治人物，不管是倾向于台独还是倾向于统一，心里非常清楚，美国搞的所谓芯片四方以及对中国大陆集成电路产业的打压，对于台湾和台积电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为两岸呢已经形成了密切的产业合作关系，台积电芯片产品大规模的向大陆出货，大陆的企业再把它集成到各种各样的工业制成品当中，销售到世界各地，这样的供应链一旦被打乱，要想重建起来，会让世界经济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重建的过程呢将会非常的漫长。无论美国政府用什么样的力度来强行推动，都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美国正在威逼利诱，要求台积电把最先进的生产设施搬到美国去，而台积电已经开始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动工新建3纳米制程的集成电路的生产设施。美国的苹果公司已经宣布向这家工厂订货。有经济专业人士指出，在美国并不存在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供应链。如果台积电想要在美国顺利的投产，就必须把目前位于台湾的一大批上下游企业也搬到美国去。这对于台湾经济来说已经不是破坏，而是摧毁。另一方面呢，大陆在美国的无理打压之下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以赴地建设自己的集成电路产业，这当然是一条充满了艰辛的道路。我们的集成电路上下游企业已经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在集成电路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没有退路的。中国人民的力量一旦被调动起来，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建国70多年来，在很多领域的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这几年来大陆已经在高性能的集成电路的研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逐渐摆脱对美国技术、美国软件的依赖，换言之，也在逐步的摆脱对台积电产品的依赖。这对于台湾经济来说，同样是一个噩梦般的前景。因此，台湾当局提出希望能够参与这场诉讼，也是希望能够挣扎一下，不要让中国大陆和美国就这样决定了台湾经济的命运。看起来呢，台湾当局这一次还是表现出了一点积极性。但是根据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本质特征，可以预测，一旦斗争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台湾当局肯定是要站到美国一边去，帮助美国破坏中国大陆的集成电路自主化的进程，对大陆相关企业实施禁运。这是台湾政界的反动软弱和媚外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呢，我们最有力的斗争手段还是立足自己，把高端集成电路国产化的工作一抓到底。好，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